这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扫地机，你能看出它的颜色、大小和材质。这是红外热成像下的扫地机，你能看出机器哪个部位在发热，发热温度有多少。这是红外夜视下的扫地机，只有在这个视角下才能看到机身工作时肉眼不可见的激光光束，看清它是如何进行避障、见图、行进和防坠落的。我凑齐了2018年到2023年非常有代表性的6台机器，从初代到最新。今天就来看看5年时间了，扫地机器人的避障技术究竟发展到了哪种地步，以及怎么样才能选到聪明，也就是避障能力强的扫地机器人。这是2018年的扫地机，我们可以叫它1代扫地机，外观和最新的产品看起来区别也不大。夜视的视角下，我们看到发光的地方有3处，顶部、侧面和底部。这3处最新款的扫地机也一样有，所以我仔细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顶部凸起的这个是导航雷达，它会一圈圈的全屋扫，通过激光反射回来的用时来判断边界在哪里，距离自己有多远，用来导航、见图和定位用的。绝大部分机器都有，少数没有的也只是把它下沉到机器里面去了，换成从前面留的缝进行侦测。好处是这样可以让机身更纤薄，但缺点是别的机器一扫一圈，它只能扫面前的扇形区域，单位时间内获取到的信息相对少一些，所以定位和导航时速度可能会略慢，下沉到机内也占用了机身宝贵的空间。如果优点多缺点少，肯定各大品牌早就这么干了。如果阻碍物是玻璃类能穿透的材质时，就会画出这样的地图。侧面这个光束是沿边传感器，控制机器与墙面障碍物始终保持1厘米左右的距离，保护机身与墙面和障碍物不发生碰撞，也便于清扫墙面缝隙等清洁死角。底部这几个是悬崖传感器，绝大多数人都用不上，是复式或者多层的朋友用的，也是通过信号返回时间判断是不是悬空的。某个雷达信号返回时间久了，说明那侧是悬空的，就不往那儿走了。如果人为挡住，它就认为是平地了，很简单的逻辑。前面这个是碰撞模组，当发生碰撞后会压住里面的微动开关，从而实现障碍物的判断进行转向。所以大部分低价扫地机器人的清扫逻辑都是顶部导航雷达先见图，清扫时再用它画个框，通过算法在圈内依靠沿边传感器沿图撞着清扫加蛇形走位。沿边传感器在右侧，所以都是从左往右扫。碰撞传感器遇到障碍物同样也是右转。较轻能撞得动没有触发传感器时，就认为没有障碍物，就会推着走。所以1代扫地机整体来看像是个拿着拐杖扶着走的盲人，虽然能把地面扫干净，但容易卡东西和让人解救，会把垃圾桶、鞋子推得到处都是，主动避障能力约等于无。所以出现了2代机器人，正前方多了激光雷达，这样可以提前判断障碍物的存在并减速，然后用沿边传感器进行清王绕柱，很好的主动规避了障碍物，极大的减少了碰撞次数。但这时的雷达只能识别出障碍物的高低和距离，知道前面有东西，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也不知道障碍物的准确轮廓。顶部雷达多了个按压传感器，过矮会触发里面的微动，不继续前行执行脱困程序。1代没这玩意儿，勉强能过的地方都会硬挤，你看这上面磨的。碰撞传感器包括最新的扫地机也都有保留。遇到花盆、体重秤之类的扁底座障碍物时还有用，因为前面雷达和沿边雷达都扫描不到它们嘛，所以2代机器人基本上能规避掉绝大多数的障碍物了。清扫前只需要你满屋转一圈，把小东西和线材整理下，已经算是很好用了。3代机器人，也就是2023年现在的次旗舰产品，避障雷达已经升级为能获取物品深度信息的结构光，就是人脸门锁、银行活体识别、手机面部解锁的那个技术。避障精度有了显著提高，看似没什么区别，但芯片已经能识别出障碍物的大概形状和尺寸了。但结构光的图案还都是编码，识别不了物体，不能实现不同物品的策略性避障。对它来说，障碍物都是障碍物，没什么区别。插板大部分时候能规避开，但不绝对。
雷达扫描不到低矮的线材时，就还是会缠上。实际上，小体积的积木玩具等东西对所有扫地机来说都是个难题，没有特定形状，扫描不到也撞击不到，所以就很难判断出来。相信大家都看到过这个图，所以我拿红豆沙极为逼真的模拟了下宠物的奥利给，也是一样识别不出来，会给你抹得满屋都是。但机身更好的利用了空间，集成了拖地模组，可以同时扫拖一体了，多了地面材质传感器，能根据瓷砖木地板地毯反射光的不同来实施不同的清扫策略，比如沿木地板的纹路清扫，这样才能更干净。玉地毯自动增大吸力，自动提升湿拖布，避免污染地毯，也有直接把拖布留在基站的。所以3代扫地机器人等于从盲人变成了近视眼，能勉强看清东西了，但还是难免踩到奥利给。小东西和线材也是不太好搞定。最后就看看最新的4代扫地机器人了。4代最大的特点是加入了曾经出现过又消失的摄像头，有了图像采集，就能把拍到的多角度内容利用 AI 与障碍数据库相匹配，得出准确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再实现对应的避让距离。不只是准确的物体，试了下插板，即使只有插头也是能识别出来的。只有线材也一样能判断出来，毕竟居家也不大会有几率有粗绳子。发现拿它找拖鞋挺好用，一下就能找到。我站在旁边拍摄也能识别出来我的2只鞋，但不是红外摄像头了，比较依赖光线，所以机身上会装个补光灯。较小的东西体积略大的还行，小了的话还是识别不了，依旧会卡在下面。奥利给也是了，大点的能判断出来是障碍，小了一样避免不了。养大型犬的朋友可以松口气了。顶部雷达这里又叠加了麦克风，可以直接语音呼叫清扫，也可以远程遥控的时候找到人进行语音对话。所以4代扫地机终于有了正常人的视力和思维，能实现插线板线材的绝对规避，但对小东西和奥利给依旧还得再升级。毕竟奥利给的形状那么多，还有稀有稠的，感觉加入个气味传感器才比较靠谱些，直接报警就行了，还扫啥呀？看到这里，相信随便给你个扫地机，只看外观应该就能知道它的水平了吧？有摄像头、有补光灯、支持语音的就是第4代，其余就是3代。有摄像头虽然避障能力更强，但隐私方面还是很多人会介意。不过拿来送礼，特别是送老人的话，反而最合适。不用装监控了，也能随时看到和对话。家里插板线材不多，不那么凌乱的话，3代也足够用。不拖地只吸扫，2代也不是不行，就是太老了，不太好找了。视频制作不易，你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本期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